私にシートベルトをさせるほどの危険な機体というわけだ。この機体で奴に勝つことは想像しにくいな。没错，夏亚确实没有驾驶过这台机体，原剧中也就闪现过几秒，但没有办法啊，原版的夏亚专用扎古已经贵出天际了，而同样作为高机动型的黑色3连星也是3000以上。虽然这次的鸭子版本现货价维持在了1800，但一次能满足高机动扎古加夏亚专用2个需求，那只能赶紧收一波了。什么？你还觉得贵啊？那薅羊毛的机会别错过了！现在拼多多10周年叠加年货节大促推出了魔丸清仓专场，9块9就可以拿下我手里的这个 Fix 夏亚高机动扎古。另外像 Fix 扎古、Fix 高达等人气机体都可以在这个专场秒杀到。交圈都知道，买交必去拼多多，正品低价有保障。我找官方 PY 了3000个粉丝专属秒杀名额，活动链接我放在视频下方和评论区置顶了。库存实时更新，只要下方的链接还在，就是还有库存。在我的专属链接里点进去，还能领取专享的大额优惠券，全场通用，想买什么魔丸都可以。兄弟们还不赶紧冲冲冲！好的，言归正传啊，那么接下来就来开箱，一起来细品一下这台梦中幻想出来的机体到底如何。那对于该机的来历，不管是在原作还是 GTO 中，夏亚从未驾驶过该机，仅仅是多安岛的 OVA 中在阿姆罗梦境里出场的这几秒，能勉强的看到本机的喷口与普通扎古不同。如果不卡着针去截，那都看不到啊！这竟然能被万代逮着出了一台 Fix， 果然怎么赚钱还得是你戴哥最懂。那本机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这里就先得把曾经发售的夏亚专用扎古拿出来看看了。从正面看过去的话，可以发现除了小腿的推进器以外，正面两者没有任何的区别，连移印都是一样的。转到背面看也能发现，区别就是背包和小腿处的喷口造型。当然，这对没有买夏亚扎古的朋友来说，比如我来说，就是很好的事，相当于是代餐了。但这里有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啊，那就是本机的型号是不合理的。这里再转回正面啊，和之前黑色3连星的高机动扎古比，就会发现它俩身上的一些细节好像不太一样啊。比如说胸甲上方可以看到夏亚扎古的这边很明显是有2个机枪口的，但普通的高机动扎古是没有的。那这就得聊到鸭子真正的坐骑，并非只是一台漆成了红色的 MS06F 扎古2，而是连编号后缀都改为 S 的强化型号。只不过 S 型的强化方向也是机动力，不仅使用的是更好的引擎，整体的推力也比普通 F 型强 30%， 身体增加了姿态治愈喷口，且增加了通信能力。至于高机动扎古，则是疾风针对各 ACE 的驾驶员需求，在 S 型基础上进一步性能提升，以舍弃泛用性加强宇宙战为出发点，在 F 型基础上做了一系列改进甚至重设计。最初在月面格拉纳达工厂生产的原型机为 2P 型，据说性能表现良好，于是马上进行了量产，即最初的 R1 型。然而生产22台后，吉翁尼克公司提供的推进装置总是出事，于是更换为了 ZMAT 公司生产的引擎和推进系统，稳定性大幅提升，也就是现在看到的这台 R1A 型了。该机以优秀的机动性获得了很多的好评，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 R2 型等改进，那又是另外的故事了。和 F 型相比，本机采用的装甲为超硬钢合金，比超高张力钢还要轻质，使得机体各部位灵活性更高。不过总重量并未减轻啊 ，F 型本体重56.2吨，而 EA 型为61.8吨，这是由于背部更换了推进器，同时腿部也加装了推进器导致的。不仅如此，除了主引擎以外，本机新增了一台辅助引擎，用以进一步提升机体的动力。而腿部这里可以看到超多喷口细节的还原外，小腿后方还能看到类似燃料瓶的造型。设定中这里是 EA 的改进点，而1型虽然腿部也增加了副燃料槽，但是内置的难以快速补给，于是 EA 就给弄成了可更换式的了。至于喷口的全向可动、背包的造型以及推进挡板的可动啥的都正常还原。该背包出力为2×218吨，比 F 型的105吨大了1倍还多，脚部各个方向的喷口也是做了方向可调整的。顺带一提啊，加装了推进系统以后，该机的步行能力也大幅下降了。而其他原本就在 Fix 扎古上实现的机构，比如说这个内构还原了头部摄像机滑轨细节，驾驶舱门展开细节，这些也都完全的保留了下来。这个地方的展开是有点紧的，记得要用巧劲。第一次看的朋友可能会疑惑，咦，怎么是双驾驶舱啊？其实并非如此啊，人是从右面进去的，然后驾驶时座位会向左边移过去。至于为啥设计的这么复杂，有说是因为早年技术烂，驾驶舱已经集成了太多的东西，放不下舱门，具体的原因也不敢妄下结论啊。除了这些细节，本机的涂装造型还是 Fix 一贯的优秀水平，这也是必然的，不然这些个扎古也就不会被炒成天价了。具体如何，就要由大家评价。我个人是很满意的，而且这次的灰色外甲使用了那种亲肤材质的特殊涂层，当然这种东西的附着力不是很好啊，且很容易刮碰出划痕，把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武装方面，首先这个经典的肩部撞钉集成了外拉转动的关节，而这坨东西又完全是合金的，摸上去质感非常的好。不过作为一个武装来说，我对撞钉的感觉一直和夏亚的飞踢一样，没什么卵用。
有同样问题的还有这个肩盾啊，虽然也是做了机械臂的结构，而且还能看到内部的复合装甲层内构，非常的漂亮。但即使涂装一印再漂亮，这东西除了自己的豆豆枪，啥都挡不住啊。最终的归宿反而成为了武器弹药的挂架。豆豆枪也是一如既往的给了超级丰富的细节还原，作为扎古系列的通用武器，这个细节量感觉已经超过设定图了。尤其是这个带有保护盖的瞄准镜，真的很有二战武器的感觉。横向握把也是能转动的。这个圆盘形的弹夹也是做了拆卸还原的设计，这个弹夹一共给了2个，另一个可以直接挂到后裙甲上，这个设计也给了我这个换弹 pose 的灵感。扎古机枪的口径虽然有120毫米，但实际的杀伤力给元祖搓澡都不够，出场击落后，这待遇也是没谁了。但对于欺负其他的联邦杂鱼，还是绰绰有余的。另外的扎古必备经典武装当然就是热能斧了，这里没有给伸缩和特效替换机构，而是直接做了收纳和使用状态2把。这个收纳状态的斧子可以通过这个 C 扣连接键直接挂到机体的后裙甲或者是侧裙甲上，都有挂接位点。作为唯一能破防高达的近战武器，威力方面自然是没得说，而且还能和光束剑拼刀，也是挺不可思议的。另外远程当然也有能破防高达的制式武器啊，也就是这把左手拿着的280毫米火箭筒。当然 GTO 中夏亚也就是凭借着这把快乐筒在卢姆会战中杀穿了联邦的舰队。造型涂装方面自然是没得说，火箭筒尾端的4个口为排烟口，并非推进喷口。辅助握把正常能转动，同时主握把当然也能前后摆动调整握持位置。瞄准镜和扎古机枪的款式相同，也是做了镜头的保护盖板。另外这火箭筒为 A2 型，具备换弹夹的功能，一个弹夹4发火箭弹，一次战斗最多可以带3个，多的弹夹可以像这样挂在左肩盾上，所以这个盾是真的没有用啊，挂弹药是准备训爆吗？另外模型里给了 A1 型的替换零件，把火箭筒的前后都拔掉替换就好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呢？要知道南极条约签订前，这个筒子打的可不是普通的火箭弹啊，而是核弹头啊，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换弹装置了。当然机体上的火箭筒收纳机构也是有还原的， Fix 扎古这里做的是真的是很细，弯腰之后就能把这个爪钩给展开了。玩具里给了小工具作为辅助。另外注意搭载火箭筒时不要挂弹夹，孔位对准插装插紧就好，因为火箭筒有7面，这里还是要小心一点的，而且挂载后就没有办法完全挺直腰部了。除了这把制式火箭筒以外，玩具里还给了一把夏亚从来没有用过的继承自黑色3连星的武器，也就是这把对剑用的来福枪。虽然鸭子没驾驶过该机，更没用过这把武器，但你说做工细节这么优秀的东西啊，多给你一把怎么会不愿意呢？这把大狙的细节量相比豆豆枪又上了一个档次，不过枪身上可动的地方并不多，只有这个枪托上的隐藏握把可以展开一下。这把枪当然也是采用了可换弹夹的设计，玩具里一共给了2个备用的弹夹，另一个当然也能像火箭炮一样挂在肩盾上。OK， 那么武装的部分也就介绍完了。模型剩下的配件东西并不多，一个替换用的指挥官刃形天线，以及5对替换手型，分别是实心握拳手、放松开掌手、空心握持手、幅度小的握枪手和幅度大的握枪手，也是非常的够用了。顺带一说啊，这个手型的涂装造型，不管看多少次我都觉得真的是很漂亮。OK， 那么看完了本体和配件，其实最让我疑惑的是本机做了装备微调后的可动表现。毕竟对于可动癌来说，能掰什么样的造型才是最关键的。那下面就来一起看一看可动。脖子后端预埋了拉伸关节，全部拉出后低头可以到30度多一点。当然抬头时这个经典的水管脖子也是有拉伸的，大概30度。头部左右侧摆就比较的难受了，几乎是没有给脖子的球冠留空隙，侧摆幅度不到10度。左右转头倒是正常90度没有问题。眼睛的转动就是之前看到的脑门开启机构，打开脑壳后，眼睛的滑轨可以做左右60度的转动。不过我个人是很讨厌这个透明罩子的，太厚了反光。肩部做了一段向前拉伸的关节，可以做到超过60度，前伸的幅度非常的优秀，只不过空隙没有遮盖。不过向后就没有挺胸的幅度了。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点幅度也没有啊，可以看到这个左右胸和躯体之间是有一个大球冠连接的。大臂的360度大风车也没有问题。侧平台90度当然也没有问题啊，虽然肩胛和头之间会有一定的干涉，但模型在设计时就已经把这个范围给考虑到了。大臂的根部也有标准的360度平转关节，大小臂连接处曲肘关节也做了切割，能做这样的向内90度单方向旋转。由于这台是全新的，这个曲肘关节真的是相当的紧啊，但还是能看到曲肘过程中大臂装甲的裂甲以及肘部护甲的联动，实际的2段曲肘后是150度多的范围，已经非常够用了。腕部也是做了2段的球冠，可以这样向下摆动45度以上，其他方向的话大概也就是20度多的空间。要解锁腰部的可动，需要将这个裙甲向下拉一段解锁，接着机体就能做30度多一点的弯腰了，延伸遮盖的腰部把玩起来还是很震撼的。同样的后仰也是有角度的，不过范围可能不到30度。
左右的侧摆也预留了一段范围，大概也是30度左右，这也是令人比较意外的。不过转腰有局限性啊，做不到左右90度，可能只有60度多一点的样子，而且很容易剐蹭到裙甲。前裙甲可以完全的抬起，侧裙甲可以向侧面抬起，也能向后方转动。比较惊艳的是这个内部的框架细节啊，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后裙甲是不可动的，大腿的关节做得非常的紧，前踢这里是借助了根部的下拉关节，用力掰能到120度以上，理论上来说是可以借助下拉关节增加向后踢的幅度的，但是这个腿实在是太紧了，向后30度的话感觉就是极限了。侧踢也是紧到离谱，不过好在幅度非常的 OK， 轻松90度不是问题。大腿根部360度无压力，这里反而是有点松啊。屈膝很可惜啊，因为小腿处增加的高机动装备把原本联动的屈膝关节给覆盖了，戴哥并没有很良心的给你做新的设计，于是90度便是这个屈膝的极限了。说实话，这个可动真的是捉襟见肘啊，我觉得要给差评啊。脚踝这里有一段下拉来解锁完全体的可动，首先这个脚背的部分可以上下的转动，整个脚的上抬幅度一般，大概就是30度多45度不到的样子，向后掰的幅度就比较大了，大概有60度左右，方便摆宇宙站的 pose。脚掌做了一个3段裂开的机构，但是幅度非常的小，我是认为这里纯的没有什么必要啊。所有接地也是非常的可惜啊，本来下拉关节就是为了高接地性，但高机动装甲的干涉导致接地只有30度左右的水平，向外的接地当然也是一样的问题。我看很多 UP 主都觉得这次的高机动扎古很好玩啊，可能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，我认为比起原版的下压扎古，增加装备反而限制了可动，只能说造型是更好看了，但把玩起来感觉差远了，这2只脚就是罪魁祸首啊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评测的全部内容了。实话说，可动造型和一些小机构啊，毕竟是承袭自原本的下压扎古，还是很不错的。但至于说把玩，那我真的觉得不怎么样啊。好在怎么摆都还是挺帅的，只能原谅他了。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记得点赞、投币、一键3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顺便祝大家和鸭子一样红红火火，新春快乐！